来说双子座7月挑战与好变化。双子呢，近期可能在想自己的小人运啊、不顺啊，或者是身体不济何时能够过去。我告诉你，这个时间在7月下旬，7月21日，火星进入到你们的星座以后，小人会变少。另外，双子也会进入到各个方面的一个复原期啊。我提前说了，它不是说一下子变得有多好，它是一个复原的过程。但是双子会慢慢走出不顺，摸索出自己对的方向啊，对的下一段里程。那下旬你们自己也会感觉到，当你真的去行动的时候，很多事情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改变的。那7月上旬呢，还是比较被动，行动呢你也得要看情况，弄不好呢你还冻出麻烦来了。因为这个时候预料之外的状况会比较多，比如突如其来的行程会打乱双子的节奏安排，或者环境不理想，支持不到你们，所以你们就只能随机应变啊，走一步看一步。好在水星呢，你们的守护星7月3日它就换宫位了，换到你们自己的宫位了，所以呢双子一下子就会觉得，好像说话沟通啊，对外的交流联络啊，你的整个思辨能力啊，这个频道又被打开了，你感觉自己又恢复聪明了，记忆力也变好了，小人啊客户啊你也知道怎么对付了，或者你至少可以逃离这个环境，出去外面透透气。不像上个月6月份的时候，水星是在土象宫位，土象呢就会让双子没有办法逃开，有种吃哑巴亏或者是变得沉默的感觉啊。你们的一些言行或者是行动也可能会打水漂啦，石沉大海啊，你的努力没有回应啊等等，甚至有的双子会删减掉曾经讲的一些话或者是发布的状态啊。因为水星在土象宫位对于双子来说是有点类似于抑住了你们对外沟通的一个渠道和念头，抑制住这一点，也就抑制住了财。可能有这种领导啊，或者是不好搞的客户合作方，或者是家人老师带给双子一些压力，觉得不能够那么随心所欲的去发表见解，而且有的东西你还蛮委屈的。那到了7月呢，就很利于双子去读书学知，出去外面跑，去充电，去做跟人的沟通、说话、教育、语言培训类的等等的这种工作任务啊，就会认识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人。只不过因为刚刚说火星这个时候还在12宫这个业力宫位，所以对于考试或者是有一些教学传播有关的事情来说，会有一点点考验双子你之前学的东西，你做的功课，你在对方身上下的功夫是否扎实。如果不扎实的话，可能也会有一点点被打枪，或者是受到否定。因为你们这个时候遇到的人也是偏向比较固执，或者说这个人他自身条件挺不错的，所以他不会退。虽然呢土星这个时候已经逆行在你们的权威宫了啊，代表对方也不会那么拿身份地位强压你们，但是可能就是不太对付啊，命盘不合。那遇到这种情况呢，双子一定要多解释多沟通。学生的话你要多刷题多背题多背笔记。7月考试工作顺利就要发挥你们守护星水星的能量，特别是中旬10天，这10天呢就会有一颗吉星金星来跟你们的这个水星啊汇合了。金星代表的就是爱情和财富，所以呢跟人搞好关系，多听一些知识啊，多沟通解释啊，就会旺双子的财，旺你们的业绩，旺你们的工作。如果跟人吵架就很容易破财，影响双子7月的财运以及你们的工作运。所以呢要特别重视自己的说话，还有你教出去的一些语言文字，你要特别确定才交出去，不要被别人抓住把柄。包括过去的一些聊天记录什么的，可能会被传开，让不该看的人看到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得罪了对方。然后呢会有一些后续的算账，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因为8月份有水逆嘛，所以呢双子就要把工作前期啊就不出错做到位。这样的话就算水逆来了，他也没什么好挑刺的。他如果要挑双子，你就可以去把这些证据前因后果给对方列出来，让他没话说。另外呢7月8月尽量别弄房子搬家的事情，可能弄了的话这个房子啊会容易有问题。换工作的话，如果你7月21日之前没有找好下家，就别贸然辞职了，因为你一辞职后面起码近1个月就比较难找工作了，或者找到也不是特别满意的。那7月呢整体桃花不错啊，可约可恋，但是不建议定下来，因为这里呢也有一些暗桃花或者是烂桃花，就现实当中比较难走到正果的这样的桃花，所以短暂的轻松的这种恋情呢是可以的。长久稳定的话，行运这个时候其实还没有走到，可以再等一等。有伴侣的双子呢稍微注意一下伴侣的身体和他的工作，或者这段时间2个人可能都比较累吧，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没有消停的时候，所以小的意见不合呢也比较频繁，也可能有一方出差不能常见到面，只能线上联络的这种情形啊。那情侣呢要特别注意7月21日到26日水火2颗星换宫带来的情感影响，因为刚说了双子的一个精气神这个时候开始恢复了嘛，你就会没有耐心，不愿意按耐住自己，会有冲动分手啊，或者吵着吵着就分开了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财务方面呢，虽然可能你会去考虑一些车房、电脑、电视等等，但是行运看的话，这些大件这个时间点都不太适合购买，因为犯小人也就意味着有一点点破财。那双子7月就比较难买到符合价值的好物，比如说你因为风很大所以你就买了，或者当中有些隐患，有些待定的状态现在还说不清楚，所以双子能等的话就尽量等一等，不要着急。那要祝双子7月充实自己，精益求精，运用智能打败环境，加油好运啦！我是爱到范老师，用星座和心理学一起更好的指导自身生活，拜拜。